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大家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大家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另外立法院荣誉顾问三哥哥陈柏文呢，待会就赶到现场，大家一起来讨论。好，整个国内，我不知道你闻不闻到那个氛围，大罢免，那腥风血雨的，真的是已经来临吗？包括媒体上报道，好，媒体上报道有多少呢？新春开工以后，那个罢免巨浪会被席卷全台，超过30席的立委陷入保卫战。那你看到在昨天的新闻里面，包括民团已经送了18+1，然后包括19位的第一阶段联署。接下来呢？接下来在立法院在选办法复议之前，那这所有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大家都在赶工？那要送出所有相关一些，因为新法旧法总是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那蓝营绿营各有多少会被送？可是你如果真的把所有的媒体上面所报道的这些讯息全部都爬梳一遍的话，一闪是。有人形容黄金14天很重要，没错，大家都要赶在旧法的那个时候，反正就是先把这个送出去。而送出去，现在看蓝营跟绿营之间，大家现在好了。那民团，那蓝营说，反正你们就是侧翼，朱立伦也直接这样讲了。那国民党现在是说以战止战，现在大家都在送，想尽办法弄联署书。就在这个时间，你们要送出去吗？没错，昨天2月3号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啊！大罢免时代，台湾有史以来几乎过半的选区，等一下会帮大家算为什么是过半选区啊。全部启动第一阶段的提案，当然还有第二阶段的联署了。那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呢，我也把户籍在昨天迁到了花莲凤林啊，准备来投这个罢免傅昆萁的票。因为首二就是傅昆萁嘛抓蛇要抓7寸，就要抓这个傅昆萁副总召，所以我搬到花莲凤林了。虽然不能联署，牛奶干嘛迁户籍的啊？虽然我因为迁户籍还被吴思瑶骂啊，因为吴思瑶有可能被罢免，对，他要你去挺他，对，要我去挺他，就被吴思瑶骂。好，不管昨天送出哪些案件总共19+1，因为下午又送了一个马文君的案子，所以早上是19+1加一个1，就是高虹安的县市长的罢免案，总共19位已经有被罢免的危险。另外第二波总共加起来11位，这是公民团体，也就是说这罢免国民党立委这个部分，总共加起来第2月10号可能第二波会有11位，加起来就是30位了。再加上国民党准备精准罢免的日子嘛，精准罢免这些选区加一加就将近35席、36席的一个区域立委，那我们选区也不过73席啊，73席的区域立委被罢掉一半的提案，这是有史以来最大型的一个大罢免时代的来临嘛。要跟大家提醒的是说，要赶这个日期啊，这个要时间差的算法。对，因为接下来选罢法的修正案如果通过之后，就要附这个身份证嘛。那为了避免说附身份证要重新联署，所以大家都赶在2月20号之前。为什么呢？因为2月11号立法院要进行行政院对于选罢法的复议案，2月11号复议案应该不会过了因为复议不会成功，所以还是要附身份证。所以2月11号送出去立法院之后，有10天的公告的等待期，让总统来签署。所以在2月20号之前是最稳定的日期。所以公民团体都在这2个礼拜，应该都会在这2个礼拜就送，这是比较安全。在2月10号之前就会全部送出。要提醒国民党啊，不要忘记了，你们不是要精准罢免吗？要记得送啊，否则拖过2月20号，可能你们不送那个你就要适用新的选罢法，你们就是自作孽，让自己更麻烦嘛，自己要附身份证嘛，不是吗？如果要罢免这个复议案，你们就跟民进党一样，如果大家又要进行罢免的话，复议案就不要送身份证啊，大家都方便联署啊，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你们复议案一样要去反对这个选罢法的复议案，增加公民联署的困难？这是国民党自己慢慢要去思考的问题。为什么都拿着砖头砸自己的脚？2阶段联署过后，1阶段提案过后要进去2阶段联署，这难度就比较高，大概10倍。大概就每一个选区大概就是25000到35000之间，这个 range 大概就是每一个选区。那25000到35000。在目前的这个社会氛围底下，公民团体的积极，现在很多选区都已经联署提案，光提案就联署1-2万份所以他们都已经达到过一半的这个联署书的这个名单了。那么他们当然要重新来做所谓的拿回来再重新签署嘛。但是因为有这份名单，他们就可以通知所有在提案的这些人来签署所谓的联署书嘛。所以这个部分
公民团体的准备比较充分，所以这些选区说真的要过2阶段联署的难度不高，因为接下来民进党在那边啊，好，那我们副秘书长都知道，现在不是民进党要不要去支援，而是不支援这些公民团体会被骂。我的选民拿到你服务处里面说，你有没有联署书？你跟我讲没有，你下次要选吗？就是这个是公民团体，尤其是民进党面对公民团体这一波大罢免潮，他必须面对着选民的压力啊。所以所有的公职人员的服务处都已经变成是最好的一个支援站嘛。当然，为首的还是以公民团体为左手，但是民进党会做最终的最强的后援嘛？那这个最强的后援，让这个第2阶段的联署25000到35000，这个难度我相信也不高。重点来了，在第3阶段的投票嘛。那第3阶段投票，大家就会看到说啊，比较深蓝的选区跟比较深绿的选区，大概深绿的选区像叶元之啊那一区，他只不过赢3000左右，3000左右票，所以叶元之就很危险很高嘛。李彦秀的危险度也很高，因为他的选票也没有过半，那是因为绿营高嘉瑜分裂的情况下才来当选了嘛。所以加上他最近的一些财产的问题，所以李彦秀被罢免的几率都很高，这是投票行为。但是深蓝选区呢，也不一定说一定那么稳。傅昆萁的危险度就很高，为什么搬到花莲去？傅昆萁有一堆反傅联盟的支持啊，他们只要不动员就好。有人说傅昆萁一定想要打所谓的热战，因为大概51000名公民去投票的话，傅昆萁就达到25%嘛。那25%这个所谓的冷战的话，25%是很容易达到的。但是打热战，他有68000票，他上次是68000票当选嘛，所以他应该有这个底气去打这个热战。问题来了，支持度的问题，还有民众党选票的问题，变成是影响最后罢免会不会成功的一个关键嘛。年轻人的支持度，在所谓的他的徐榛蔚最近的一次民调里面。他这一次民调掉了10%的满意度，其中竟然有25%是在20到30岁的年轻人，是掉下去将近25%，将近砍半哦。有人说，年轻人对于徐榛蔚对于傅昆萁的不满，全部转嫁到徐榛蔚身上嘛。比如说，年轻人这次的动员会超乎想象的热烈，而年轻人的选票会影响到这次罢免成功与否的关键。另外就是所谓的地方上面的反傅联盟嘛，所以你反傅联盟，我只要不动，我不去支持你，我不去反罢免的时候，我只要不动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下降，它的68000票就有可能往下降。所以，如果连深蓝如花莲这样一个选区，傅昆萁这样选区都有危险的情况下，你看其他选区会不会危险？所以，国民党真的不要小看这一次罢免潮、大罢免时代对于国民党不满的这个愤怒的一个投射，所以国民党现在要面临这些危机，自己要好好思考未来跟民众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所有跟民众党的仇恨值全部转嫁到国民党身上，民众党那8席还是坐得稳稳的，这也是为什么黄国昌有底气，现在就跟你谈2026年选举，根本不跟你谈罢免了。虽然他骂罢免都是赖清德，全部赖给赖清德。但是要讲的是，他现在思考的是，当趁你国民党病的时候，要你国民党的命，透过你这次罢免需要我民众党的支持，我来跟你换2026年的宜兰、新竹跟新北市。OK， 小平直接问一下，那一善，你刚才那里面大概30席左右。那民团已经送了大概30席左右，就是这些都是蓝营的嘛，或者无党籍的都是这样。那国民党呢？因为刚刚有时间压力，要不然要用新法很麻烦。对。那国民党呢？国民党现在看起来一直被点名说有2个绿营的原住民委员，然后包括双吴嘛，吴思瑶跟那吴佩仪，还有宜兰还有宜兰。OK，那现在那你们呢？你们看起来都还没送，那时间的压力，那你们接下来？因为朱立伦是武器专家，精准打击，好不好？好，先讲哈，他们声势都很浩大。那我这样讲，我不能说他们那些人讲侧意是骂人家的话，这个话我不讲。好。那我讲说他们是蓝跟绿，他们跟绿的距离比较近多了，这个大家同意，这个没有话说吧？然后呢，他们是一定要这些人是反国民党反到死的人，那希望我们被罢掉。好，所以呢，他们弄30，我觉得过于不及都不好。陈敏凤讲一句话，我刚刚跟他到同一个电台那边上，陈敏凤讲一个很有智慧的话，这个罢是不是30？也连得到，2阶段我认为也连得到，也连得到。可是这样就是笨了，好不好？这样分散力量嘛，贝多利分，我觉得15席是最叫精准打击以他们的连署能量。那我们呢？那我们因为有优势嘛，
因为他们输我们很多席，他是51，我们是54差3嘛。我先不谈白的哈。那国民党想不想单独过半，也有这个野心。因为我们现在第一个在南一叶元之不可以被罢掉，这第一个要保，这个第一个哈就是要保住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想法是这个保住以后，那我朝这个目标去做。2个原住民，是不是大家同不同意？最可能被罢掉，几乎罢掉了。因为这是个77比23的比例嘛，原住民嘛。第二，那就是这个叫双吴嘛。当然，吴沛憶更可能罢。吴沛憶是比叶元之危险100倍的立委。因为叶元之选出来是51%、39%，而且白是弱化嘛。所以我们谈的比例，我跟你讲，25过1-2%都如阿姆斯壮登陆月球这么难了。不要说差10几%，那个如果讲说这个谁比谁危险，那是外行话，那就不谈了。再拉回来啊，再拉回来，每一分一秒一票1%都是精准打击，这就到时候基层动员啊、投票率等等，热闹是一件事。我中华民讲的是门道，我再讲个门道给你。你觉得现在民团所弄的，包括绿营的有某一些好，你说不管是总召柯建铭、柯总召，所有这些所讲的，你觉得只是热闹而已？但是真的，如果实际弄下来，搞不好你们可以单独过半。30席热闹，我们想这样想，30席热闹，如果转换变成精准打击15席，那是对15席是有帮助的，因为氛围起来了嘛。30席热闹，如果转换变成精准打击15席，那是对15席是有帮助的，因为氛围起来了嘛。好，那今天那个柯总召做了2波民调，找某一个民调公司，我就孤影其名哈。他做的民调是国民党想要罢绿委，当地是绿色的立委，支持度10%，可是呢，那个绿的要罢蓝委，好26，那如果国民党傻到说啊，26罢不掉了，26怎么可能每个都出来投票？我跟你讲，我是用20万的惨痛换人生的经验。我去罢林昶佐做过2波民调，我也不太懂这个，可是花了钱就懂了哈。真的，第一次罢林昶佐就是26，2526，可是我很认真把它连署成功，2阶段，你知道暴涨到多少？42啊，好，42就是25的那看展。那42又怎么猜呢？20几%，我很想罢免他，10几，我想罢免，但没那么积极，就42。所以我们观察，我们现在观察民进党的跟这些，就是2阶段一定是民进党那些不要吹牛啦。如果政治讲假仁假义就没意思。第一阶段他们自己搞得定，甚至搞1万多份，因为只要3000嘛，对不对？好，可第2阶段如果没有民进党公职组织下去的话，赖清德跟柯总召合而为一的话，各地那个是连不成的啊。他们所以2阶段一定要有民党，没有政党不肯，没有政党的联署也要蓝绿斗的氛围嘛，那是一种动能仇恨值加起来。好，那我们在观察的第一个点有几个重要的观察点，民进党如果精准打击15席，立刻做民调，说要不要罢这个蓝委，都40几，那我们要提高警觉，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那他提高警觉，那我们也要，我们不可能这个坐以待毙嘛。所以朱立伦讲以战止战，我们不想开战，可是他打我们觉得反击，对，朱的逻辑是这样，黄健庭也是这样讲。好，所以我们的精准打就更精准，因为我们的数字多3席，这是比人头的游戏。好，所以我们就是原住民2加吴沛憶，这3席是比较有把握的。小平，我可不可以直接问一下，那个整体的氛围感？包括你刚刚讲说柯总召做了民调，一边是10，一边是26嘛，整体那个氛围感，为什么感觉上就是要罢蓝委的那个氛围比要罢绿委的氛围要浓厚的多？你知道有时候打仗讲的是那个气势的感觉，为什么这2边能有气势感觉差这么多？气势有3个指标，第一个连第2阶段谁连得成多几席嘛，显然他们气势比较强，他们可以至少连15席嘛，如果精准打击。那我们呢？因为我们罢的少啊，可是我们这2个拜托，第2阶段大家要群策群力，一定要连成了，连不成就倒了。那个状，对，如果你第2阶段都没连成，加宜兰好，这3个是一定连不成，就是棉花店失火没指望了，你知道吗？好，所以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连成。连成就有投票的机会，那投票再来看那个蓝绿的民调，对不对哈？所以重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现在走这个路 ，OK， 可是我们一定要能够罢掉这个区域，至少罢掉1席，任何1席被罢掉都是痛彻心扉。当然我说谁会罢，谁会被罢掉，谁不会罢掉，那看表现，那个还长。那所以有一次的大民调，
就是2阶段，好，国民党弄个3、4个，成功了，那民进党15席成功了2阶段，那2阶段当然要投票了嘛，就做民调，那个民调大概是第1阶段的一个谁会死谁会活的指标。OK， 在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提到说，那整体来看。白银在这里面会扮演什么一些角色？那你也听到，包括小明刚刚讲说，第2阶段如果没有政党介入，是真的都没有办法过得了吗？而第3阶段就更不要说了。在未来，你现在看到了，包括30席，那一直到2月，刚才13讲2月20号以前，看起来大家各自还会再送。那再送出去以后，到第2阶段打标会有多少人？最起码，民众党的代理主席黄国昌是直接点名了总统赖清德，说希望能够还限时，明天民党中常会表态，他怎么说的？人家直接限时，还限人，一定要赖清德总统做回应。我们开中常会关他什么事情？我是不好意思说干他什么，干他差事啊。这个我是建议他啦，就是说，因为感觉起来他们现在就是这个怎么作乱有余啊哈，倒戈没胆啊。我是认为，如果说你总预算搞成这样，然后对这个中央政府的这样的施政哈，不断的杯葛，不断的这样蛮横的这样的阻挠。那你干脆就提倒戈案啊！我就直接提倒戈案啊！为什么不敢呢？你黄国昌也可以提啊！你何必说什么？我们开中常会，我们的议程主席要讲什么话，干你什么事情啊？你就直接，但是你可以提倒戈案，你可以直接提啊！你跟国民党合起来，你就倒戈案过了，大家反正就是大家重新来一次。如果照他们目前对中央政府施政的抵制，那显然是对这个内阁是完全不信任嘛。那显然是有很多的愤懑，然后他们觉得很多的不平，那你就提倒戈，他不敢啊。所以我跟你讲，秋天不干了哈，你不要在那边讲说明天中常会什么，赖主席要讲什么话。我讲实在话，我们内部我们有自己的机制运作，哪些重要的民生经济建设该跟民众诉求该怎么讲，那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要乱到什么时候了。他刚刚后面有一句。黄国昌总召讲说，要不然他们会有相对应的作为，他不会像沙包一样让你们打，他一定会有，他也没说相对应作为是什么。黄国昌他们现在是把人民当沙包在打。现在所有他们在立法院的所作所为，乱删预算的这些作为，通通现在都是人民在受苦啊。我们根本没有动，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公民团体自主出来？我跟大家讲，这些公民的力量真的让我们真的有点吓到。好，就是说那种排山倒海的力量自主的出来。那国民党跟这个白色力量最简单，白蓝现在合起来最简单，就是说反正就统统推给民进党就对了，我也不用检讨，我也不用反省，反正就是说都讲是民进党，然后我的基本盘就会出来捍卫。我认为这个态度骗得了一时，骗不了永远。我随便举例来讲，你说像徐巧芯跟李彦秀，我跟大家保证，我们台北市党部，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绝对没有去动，绝对没有去动。但是怎么会？连徐巧芯这种深南的地区，李彦秀在港湖地区，我问你，高嘉瑜现在哪有什么组织啊？高嘉瑜已经没有当立委了。高嘉瑜过去也不是那种组织建厂的这种政治人物，为什么他的票数可以冲到那么高？为什么他的联署份数可以冲那么高？我觉得国民党可能整体他真的要去做一些反省跟检讨，不要把这种罢免民意的那种愤怒全部都推给民进党，这是最便宜的。可是你永远找不到解决的方案。例如说像很多的这个罢免团体的志工我们有时候去观察一下，觉得奇怪啊，这些人到底是从哪里出来？因为你说假设是政党动员的条阿卡支持者我坦白说，你到现场去你就可以认出那是张三王五，那是阿伯大家可以知道。可是那面孔是新的，而且你知道罢免团体，我不信你不信你看很多的这个谈话性节目，你找那个公民团体上来，你跟他讲说。你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他还跟你翻脸呢，他不高兴呢，什么我是绿的，我就不是民进党的支持者。这些人到底从哪来？我们自己都觉得，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很想要去了解。OK，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如果说只是一昧的就说这都是民进党的侧翼这都是民进党怂恿，这都是民进党动员的 ，OK， 尽量去讲吧。可是不会因为这样子去止息人民对你的愤怒，而且反而会让。这个公民的这个力量会不断的这个涌现出来。我可以再问一下，因为包括叶元之刚才小平口中觉得他是蓝营里面的男一嘛，好了，所谓男一就是他可能是危险性最高的。叶元之在节目里面有讲过，他说：“哎呀，讲没有民进党在动员都骗人的。”他说他都知道是谁了啦，他甚或有点名说何伯文的看板都跨出来了。
他有直接抢你。那我这样讲好了，每一年我们都会这个有一个贺年的这个看板。OK， 这是政治人物人之常情嘛。我们板桥是我的本命区，我不管做什么事情，我过年的时候跟大家2025大家恭喜，或2025大家顺心平安。就这个贺年看板，而且我没有下很多，我就几块，跟以前反而我还刻意减少。你每一块在岳之眼中看起来都特别刺眼。对，但问题是他在怕什么嘛？刺眼，他在怕什么？他越这样，我告诉你，本来我的一些支持者可能就觉得，也没什么特别感觉，突然他一骂我，我支持者觉得不爽啊，站出来啊，你懂我意思？所以我觉得燕之你不用去担心这些事情。我包括像前一阵子我们那个反滥权护民主，我也挂看板，那个东西是一个宣传，而且你逢年过节，我请问很多政治人物逢年过节都会挂贺年看板嘛？你在怕什么？为什么这个节骨眼，你对连这样的看板你都我举例来讲，假设我上面的那个看板上面就写说，这个什么。这个反对23，反对恶霸，这个护台湾，这个完全不是嘛？或者是说我是说啊，这个支持罢免，或者是说要求大家说鼓励大家出来这个联署罢免，但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他连这样平常一块这样看板，他都会担心，那显然什么？显然他心虚嘛，他知道他在立法院做了很多倒行逆施、人民不满的事情，但是他推给我最简单，他推给我就说啊，就变成蓝绿恶斗啦，大家双方基本反正出来搞一搞就好。可是他忽略了，真的这次跳出来，不信大家可以去观察各个联署点。OK， 你也不用下去，你不用干，你就行车经过，你看看这些人的脸孔，是传统的支持者吗？是传统政党动员的人吗？我跟大家讲，真的不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一股公民的力量。对我们来讲，我们不但就是说会对这股力量会保持敬畏之外，我们也会随时在反省自己。可是国民党不是啊，国民党反正就是说你们都是绿的侧翼，你们就是绿的，好吧？打久了，他们觉得好像绿的好像还懂比较反省，搞不好真的都跑到我们这边来了。OK， 小朋友们，我跟你讲，那个势力减退，你知道叶元之去搞何伯文干嘛？何伯文看板不重要嘛？请问这次罢免啊，最大的志工是谁？罢我们国民党最大志工是谁？是柯总召大家帮忙好不好？谈谈道理吧。罢我们国民党最大志工是谁？是柯总召大家帮忙好不好？谈谈道理吧。柯总召不是民进党，没有柯总召这样呼吁，而且呼吁到都为了鹰派去搞赖清德内斗，我不谈，我只谈搞国民党这一部分。我觉得这些所有的这些讲人家侧翼是难听的，我不会那么不厚道。这些人所有出来罢免的人有没有投过国民党？理论上基本没有了，不要说一定没有。那难道柯总召没有鼓舞吗？柯总召权力大到你干掉赖清德的大法官不投的话，我就开除你党籍。柯总召当然这样，还不是民进党支持啊？柯总召是不是民进党？那扯这干嘛呢？扯这个没有，是副总召，是傅昆萁副总召动员的。如果总预算不要那么配合黄国昌乱搞，还有黄国昌黄总召这两个总召，才是让所有公民团体最后在过年时间可以冲到所谓1万2万，都是这2位总召的功劳。OK， 因为现场那对罢免最有经验的一个是小平，因为那时候 Freddy 的时候小平对是主导者之一。对。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在一开始跟观众朋友报告说，那个立法院荣誉顾问 Thank you 哥有赶到我们的现场，来 Thank you， 这次你自己感觉到的氛围，跟那时候你自己碰到的那个氛围，罢免不容易了，而且这个我在看都是学弟学妹啊，26个一起来，是吗？啊，你一天节目也只能讨论1、2个，他们分到的炮火也只是我的26分之一，这个是前无古人，后来者无法超越。不过有一些心得啦。你面对罢免战，因为我们台湾有3种选举，一种要多席次，一种叫做单一选区，一种叫罢免。那多席次就是议员，我们现在升议员以前可能还有什么乡镇民代表，就是说议员你要投最喜欢的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场7个人都是同一个党的，但我们参选同一个选区，那对选民来讲你只能投一个，所以我们7个会打架，我们同一个党的，但我们会打架，你只能选最喜欢的第一名。那第2个呢叫做单一选区制，单一选区制很特别。选民倾向除了他支持的对象之外，他倾向投不讨厌的。那因为这个很讨厌，这个常常上电视，他张牙舞爪，龇牙咧嘴，那我要投另外一个，这是不讨厌的。可是罢免不一样，他投我要很讨厌他，我才会出门。他要出门嘛，他要坐车，他要返乡，
他要拿印章去投票，然后在因应的各个选区的主战这个主角不同。啊，有些人会说，我们都不去投票，去投的就是要罢免我的啊，大家也会盯梢，会互相跟嘛，所以那个压力的情况是跟其他的选举都不一样的。 OK， 好，所以罢免本身其实是真的很困难。过去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老师都会有意无意开玩笑，台中海线有个黑道，大家不要惹他，对不对？这么大的大魔王，罢免我也才赢了3、4千票而已。那虽然我觉得我们那一场真的是尽力了，那韩国瑜的情况又不同，他是冷战，他是我不理你，你们这些小牙签，他自己讲的哦，不要说我讲人奇怪，这我们立法院长教我的。他说啊，你们这些什么苗博雅、黄姐，就像个小牙签，在我屁股戳啊戳，每天黑我，我都要喝褪黑激素才睡得着，每天的啦。他就讲专门讲这些，我都用插眼看你，有没有？那最近又讲一个拿西瓜皮擦屁股，叫做没完没了，说大罢免叫做拿西瓜皮擦屁股。可是呢，遇到罢免战的时候，他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他就不管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刚总统选举选完，然后大家就职，520就职啊，大家开始要弄罢免。那弄罢免的时候，他就选择消极。他每天访问麦都给他，以前他最喜欢麦克风了，他看到麦克风就像蜜蜂看到花，这是比较好听的啊。另外一种形容叫苍蝇看到另外一个东西，他就开始高谈阔论，天上下雨地上滑，自己自己跌倒自己爬，就开始讲俚语。可是罢免之后，他冷战，他就不处理，不管什么问题。那我现在就是专心市政，好吗？那市长关于高雄发大财，我们还是往这个目标啊。他就不拉勒了。所以罢免对当事人一定有影响，这第一个。第二个，因应战术的不同，还有地区氛围的不同，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变化。可是罢免的确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对防守的人来讲，他的炮火，他的情绪会起来，然后用大罢免的方式。会有联动的效应嘛？这个叫连环计。你这里烧一点啊，既然你要投票，不然我会返乡。好啊，然后有公司可能比较支持这个立院正常化的宣布放假，那大家回去投。好啊，我要看到车票才能报账，所以一定会有影响，这是连环计。可是同样的，对进攻方来讲，它有子弹分散的风险嘛？我要打那么多选区的话，我人员要怎么分配？我们要讨论谁？我们要专攻哪一个点？好，不过两方阵营对罢免的态度，我觉得还是我跟大家讲，立法院其实真的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可以表演的。过去有一个最大尾的叫黄国昌，演到时代力量快要不见，现在要跑去民众党继续演，躲在不分区继续演。可是撇除掉这种个人英雄主义角色的话，其实是团队作战。对立法院的党团来讲，立法委员都是数字，就是到底有没有过半才是重点。所以两边在讨论就是我51你47啊，然后我多几席你多几席，有8席灰色的。为什么叫灰色？不确定。我跟你讲，你今天民进党比较多的时候，这8席就突然变小绿了。所以先不管这8席的浮动标准。那蓝绿现在蓝的霸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蓝的就会开始考虑说，如果白的站过去，或者是白的不表态，那我们是不是干脆发动倒戈，把他们的票拉回来？这些东西是动态的，是随时会改变的。所以今天在看这个整个大战场的时候，分个体跟群体的、跟总体的角度去看。就个体来讲，过去1年，老百姓给国民党机会表现8年久违的国会多数，我们得到的是国会滥权，然后违宪立委，然后删法，这个修2、3法，最后是预算这个没读出的乱删到你很少看到上一夫动气的。删到上一夫啊，气杠有吗？真的，我的印象你是非常温柔可爱的，谢谢。为了预算，真的对你比较好，常骂我。那个我们看他做的事情对不对嘛？哈，对。所以整个给了大家1年的时间啊，然后国民党给我们的反应是，你看我们现在谈疫苗啊，疫苗又被冻结啊，谈国防啊，国防预算又潜舰又冻结，所以这个时间点，接下来柯总知道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接下来做的每一件事情，政府的每一个施政，每一个社会新闻，你去年这个动3预算的时候有没有动到？有动到就拿出来谈。所以整个弹药库已经准备好，这是大罢免进攻方的。总体上是这样。那个体上来讲，老百姓已经给你很多这么1整年的机会。我们也打电话，我不是第1天就要罢免我不是说你做错一件事我要罢免我们打电话去你的办公室，我们去跟你面对面陈情，政论节目讨论，结果搞到后面变什么情况？你说我们只要打电话去的都是民进党挂我电话，你说我们上街头的都是侧翼，那好啊，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来跟你明着干啊！我跟你讲民进党侧翼这5个字最多的其实是黄国昌，煽风点火的都是他啦，然后遭到炮火的都是国民党，国民党当然也要防这件事情啊。
所以国民党如果发动倒阁的话，民众党这8席不一定会继续存在，他有可能有一些席次会往国民党飘。好，所以整个战术是这样，我必须要讲，罢免非常不容易啦。但是如果今天大家是好好讲事情的话，民进党没有那么好那民进党或公民团体也没有那么好发动罢免了。今天是大家都给了机会了，你今天不是向左走向右走的问题，是台湾向前进向后退的问题，所以才会有罢免的情况发生。那我要跟大家讲，很不容易，而且很辛苦，人力财力之外。你要知道，过去那个台中海线大魔王要罢免我，也才赢3000票。所以老百姓公民的力量要在这一次显现出来。未来还有接近半年到8个月、10个月的时间要走。那我觉得道理会胜利会站在道理、公平、正义的这一边大家继续努力，我们分进合击。义夫，请问一下2个，第一个，刚才我在播黄鸿昌总召点名赖清德总统要限期要回答的时候。你吐舌头，为什么？为什么会吐舌头？好，这是第一个，因为蛇年嘛。对，第二个是为什么这一次连当政治人物可惜耶？为什么这一次连深蓝区那个所谓的联署站会爆棚成这个样子？你自己观察为什么？我觉得吐舌头是苗博雅要找他辩论，他不理，他也要找赖清德辩论。对，他什么都赖清德，把自己的位阶抬到对，然后把自己的位阶抬到我们要抬头看他的那个地步。所以他每次讲这种话，好，就这样 ，OK， 就这样。当然，你看到蓝营的热度其实它是有分几个波段你说职权行使法那时候青鸟，其实距离2月1号还太久远。所以那个久远的时期，并没有太多的动作是在酝酿期嘛。你一直到这一个会期里面，所有的动作，其实宪诉法已经先了一波，先了一波。然后宪诉法跟立法那个公职人员选罢法是同一天通过了，先了一波。其实最后真正大浪潮是删预算，预算。整个预算的删除方式、删除的模式等等，那个太超乎想象。因为我看30年，我也觉得真是奇迹，这样删预算。那你整个是把长照、国防，你什么防疫也要动，什么都要弄，结果你搞到大家觉得跨年龄层、跨职业别全部都受到影响。所以大家对于国民党这次删预算其实是最后的爆发点。那当然，你说国民党要罢免国民党，其实坦白说，难度是有。但是每一个选区它都有区域性的差别。其实大家都说什么徐小新蓝大于绿区啦，什么傅崐萁花莲王啦，那些地方都是大家想象中。刻板印象，传统蓝营，不要讲铁票区了，但最起码强势区啊。没有花莲花莲有19万3千多人了。如果说他的罢免票数的话是4万8千多啦，就0.25是4万8千多。那4万8千多，当然你看到说6万多，那当时的民进党是张美惠嘛，5万1千多，你看到票数大概差了1万7千多票，你觉得罢免好像中间有落差，但是回过头来看，其实没有投票的人数是6万多，6万多。如果说没有投给傅崐萁的，是12万4780，包括没有投票的。是12万4780其中包括张美惠民进党提名的立委候选人51732票，所以你真的认为说有很稳吗？傅崐萁真的一定稳吗？我打问号。而且我们都知道傅崐萁向来是用资源在选举的嘛。傅崐萁真的一定稳吗？我打问号。而且我们都知道傅崐萁向来是用资源在选举的嘛，资源选举要动，他要动出自己的6万8786票。其实我们都知道，罢免你要比照选举那个票数，
难之又难，因为投票率的问题。对，75%跟50%的概念。对啊，那个难之又难。你说徐小新，大家也觉得很难吧？不过徐小新最近乖很多了，现在都会笑啊，讲话都慈眉善目。现在很乖巧啊，很乖巧哈，很乖巧嘛哈。哎，等一下你们讲乖巧，所以罢免对每一个立委啦或什么，不管选区是不是什么深蓝或什么，都会影响压力都会有啊。哎，对啊，你看徐小新，哎，我在讲啊，没有投给徐小新的是多少人？14万5千多人。其中包括许淑华的7万6千多票，而徐小新拿8万多票，然后他里面又有白银的票，白现在是什么状况？大家都知道，又萎缩，你认为他一定稳吗？我打问号哦，我打问号，但是我实在不想讲叶元之了，他真的不稳，我真的不太想讲叶元之，对，不太想讲叶元之，真的不稳。眼睛只是过敏，没有要哭，好不好？对。然后你看所有的状况，当你看到说真的，我还提一个概念，2月份开始送件嘛，依照选罢法所有规定的时程哦，拖到满，我所谓说拖到满是什么？我现在开始送的联署书，我都在安全的以内，因为反正我后面准备很多 ，OK， 你一旦说，你那个被剔除了不搞哈，什么期限内补件，10日内，我压在最后全部补给你，你10日后你收到那些是不是还要再核对一下？总要花个1、2天嘛，我拖着，我就拖了30几天，1个月就拖过去了，然后宣告第一阶段过了，我还可以拖10天。为什么可以拖10天？10天之内要去领那个第2阶段联署书，我还可以拖10天哦。我联署书拿回来以后，我有60天的联署期，我有接下来40天的查对期 ，10天的那个补件期。宣告成立以后，20天到60天之内，那个要投票。所有这些日期压在60天，所有拖满。拖满了以后。其中会碰到一个日子，叫8月23号。那是什么？8月的第4个礼拜6，公投投票日。你说会公投绑大选？公投投票日罢免这一次。那公投投票日，宪诉法，你把我大法官全部卡死嘛？我所有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去搞公投？不要忘记哦，赖清德是怎么说的？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权，汇集最大的民意是那个主权在民的象征。有没有可能罢免案？那个公投案，如果时程卡在一起的话，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对国民党有利吗？如果公投绑在这个里头，意思就是好了，就算政党要介入，譬如民进党，他要介入，他可以跟你说，我没有在讲罢免，我只在讲公投，我鼓励大家出来投票，而且公投是全国性公投 ，OK， 全国性公投，而公投的法案里面就是人民提罢免最不满的法案，OK， 你2个结合起来，你认为说对国民党有利还是不利？我主观的认为，如果到那个时候客观环境是对国民党不利的，再加上我刚才说的，你不要告诉我哪一个选区你一定稳，再加上如果客观环境整个要推公投，客观环境，那整个状况会是怎么样？对国民党不利，国民党知不知道？国民党一定知道吧？大家难道都不算这些吗？为什么现在连朱立伦都说我交代党团要推民生法案？王宏威也出来说民生法案，因为有很多被罢免的立委受不了了，去跟傅昆萁讲啊，拜托不要再搞高政治的法案，拜托谨言慎行，甚至于，昨天跟几个比较国民党资深的立委在聊天，我就跟他谈到说公投绑罢免的可能性，加上如果你们傅昆萁在这一个会期又在搞敏感的法案，你有本事在搞军公教吗？你有本事在搞这些吗？你说这些东西如果到最后引起的民怨再拿出来，公民复决，你们会很惨。他回了一句话：我们这些资深的不会再让他这样乱搞，我们也不会同意。换言之，年轻的去拜托傅昆萁说：拜托了，大哥，你这样搞下去我们会死。资深的老的
我们不会再让他这样搞。所以你看得出来，党团的氛围，不管是年轻的跟老的，都已经对傅昆萁这一年来当总召，尤其是这一个会期，你所有的要推的东西，在党团内部，如果是具有高政治敏感度的，可能党团内部的纷争会把这一个总召的决定给推翻，会削弱。可是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阿淼，那整个风潮已经走到这了。就算照刚才义父所讲的，是不是内部开始有觉得说不要再推高政治敏感度的一些法案，民生法案要多，那尽量大家谨言慎行一点。但这个风潮一路吹下去，然后包括刚刚联署都已经走成这样。刚刚说，这次看到几个比较意外的新闻。第一个说深蓝选区的那个联署站爆棚，另外就连连秀的那个地方，你怎么想不出来为什么哈不拉那一连了2万多？这个一般第一阶段就1%几千，哈，大不了你抓一个安全值，要3000的你弄到个8000、9000 OK 吧？弄个2万多，为什么？就这些，它的那个到底氛围是怎么出来的？这个以前周星驰有演一部电影，里面有丐帮嘛，那皇上就问说，这个丐帮帮主，你可不可以解散，让这个皇上安心一点啊？那他的丐帮帮主讲说啊，这个丐帮有多少弟子哦，不是我这个帮主决定的，是皇上你决定的。那所以大罢免有多少人出来签名哦？我看也不是民进党或赖清德决定，而是黄复兴这样子的立委决定的。黄国昌嘛、傅昆萁嘛和徐巧芯这一类的立委嘛。觉得自己很稳，黄国昌当然稳中之稳啊，因为他根本没办法被罢免嘛。傅昆萁在花莲，徐巧芯在深蓝选区，他们就觉得自己很稳，所以他们就拉着他们这个党整团有没有52+2再加8一起往前冲。所以像叶元之这种傻瓜会上车啊，上车之后怎么样？他的选区选民看到说，立法院怎么乱成这样、烂成这样的时候。那他的选区选民就走到家巷口门前的联署摊签罢免叶元之嘛，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啊。民进党哪有能力动员这些民间人士去签联署？国民党蓝白不是都很爱讲赖清德只有40%吗？他们每天都把这个挂在嘴边讲，好像口头禅呢，醒着也讲，睡着也讲，说赖清德只有40%，说少数总统、少数国会，说民进党没有民意。那民进党怎么可能叫得动这么多人过年还要去签联署？这是简单的常识，一想就知道，这些民众啊，是黄国昌跟傅昆萁动员出来的。包括我自己就台北市的民代啊，因为我们台北市一向都很蓝啊，大家都知道啊。可是台北市民蓝营的里面，你去问说，有多少人喜欢傅昆萁当国民党门面？有多少人喜欢国民党被傅昆萁这样的前科犯来带领？我跟你讲，在台北哦，只有极深蓝那种看到民进党哦就仇恨值爆表那种之外，其他人没有会说他喜欢傅昆萁带领国民党啊。所以我觉得像刚才谈了很多人，包括被点名李彦秀，说实在的，很多人在问说啊，你一次罢免19个、20个，他们哪里不好？最不好就是他们去当傅昆萁的附随处置，这点最不好嘛。你们在党团会议里面都不敢跟傅昆萁说真话，对不对？都不敢跟他讲说，副总召啊。这才刚写好了，汪小玲跟黄国昌写好了这个法案啊，有违宪之余啊，我们不要为了这种违宪法案打架。你不敢讲啊？你们国民党蓝营的这个，谁在你们党团会议里面出来跟傅昆萁说这样子通过不行？那现在不是被大法官打脸了之后，接下来你们党团会议里面，谁敢跟傅昆萁讲说，副总召啊，这个宪法诉讼法有破坏权力分立之余啊，我们不要这样子硬推好不好？你们也没有讲啊，所以这些蓝委哪里不好？最不好的就是他们在党团里面根本就是眼中啊，只有党，只有傅昆萁啊，没有国家嘛。所以也难怪说公民团体会冲出来。其实有时候我看那个有一些蓝营的在讲说，哎呀，大罢免啊，赖清德要小心啊，赖清德这个万一罢免输了，赖清德2028很难选啊什么。我就想说，他们真的是。因为在国民党待久了，已经不了解所谓公民团体啊。这些公民团体哪里管民进党，哪管赖清德啊？他们哪里关心民进党下次会不会选赢还选输啊？这些公民团体是没有在管这个的。不会吧？十几年前，我跟你讲这个话哦。这些人怎么会不关心民进党执不执政？我真的跟你说，不关心民进党为什么要搞死国民党？今天在场也有民进党的民代嘛。任何一个民进党的民代跳出来讲说。
他反对大罢免，他的服务处电话马上隔天被这个打爆了。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啦。民进党党内不是没有人担心这个大罢免后事怎么走。我坦白讲，因为很多人私下会聊，但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一个胆出来说啊，这大罢免这样真的不行？为什么？因为如果民进党党公司敢讲这个，就是被自己的支持者骂死而已啊。民进党一路走来都是支持者走在这个党前面。我觉得如果大家去看过去37年来台湾的政治发展，就知道了嘛。那再讲一个案例，10几年前有一个人叫做黄国昌，他带领了一个运动叫做罢免吴玉生，直接民权，还带领一个运动叫做罢免蔡正元。那个时候国民党啊1001招啊，黑龙民进党，那黄国昌是民进党的，黄国昌是民进党派来的。那你现在看黄国昌站在哪一边嘛？黄国昌站在国民党那一边啊。所以我真的跟大家讲说，大罢免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说柯建铭总召出来讲一句话，所有人都跟随。如果柯建铭总召真的对民意有这么大影响力的话，赖清德总统不可能只有40%了。如果柯建铭总召真的对民意有这么大影响力的话，赖清德总统不可能只有40%了。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那至于刚前面讲说啊，什么谁一堆被挖出来，我跟各位讲，这是当然的，因为选立委的时候是母鸡带小鸡，对不对？大家都在关注3组总统候选人，然后赖清德的老宅、柯文哲的农地、侯友宜的这个大群馆，没有人在管立委。但是现在进到罢免不一样了，就算这一次是大罢免，大概有可能20到30区好了。你说一下子焦点集中在20到30个里面，只有少数知名度高的人，会不会因此受到放大镜的检视？绝对会嘛。像大家最近一直在讲这个李彦秀的这个美国中国豪宅这件事情，其实我坦白讲，李彦秀在美国中国有豪宅这件事什么时候爆出来的？立委选举的时候就爆出来了。高嘉瑜打过，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媒体理会他。虽然高嘉瑜声量已经很高了，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凭一己之力把李彦秀的美中豪宅打上新闻话题。但为什么现在可以？因为现在没有总统选举，大家就是在看，然后看到说，哇，你看到这个一检视下去，你会发现很多国民党立委会受不了啊。像这个李彦秀在加州豪宅的这个所谓买卖交易记录里面，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李彦秀，然后侯 and 李 Family Trust 是李彦秀夫妇的家庭信托。在有钱人我们在台湾有时候看过啦，有钱人在台湾成立家族信托有啦。你这个是台湾还是美国的家族信托啊？李彦秀夫妇你在美国的这个是不是你在美国家族信托？这要不要解释？如果是在立委选举期间，也许他几天不出来就过了。可是如果进到罢免、2阶联署、3阶投票的时候，他能回避这个问题吗？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国民党而言，下个会期你真的要去思考，到底你这个党还要被黄国昌跟傅昆萁带着走吗？如果要继续被带着走的话，那对不起了，这个大罢免在黄国昌跟傅昆萁不断添加柴火的情况下，就算赖清德出来讲说不要罢免，最后也是赖清德被自己的支持者骂而已。OK， 现场所有的来宾，那唯一享受过总统级这样的对待的，应该只有3Q 嘛，没有问题。而且您的比总统，因为总统级还有3组在选或2组，您那是1组在选嘛？就你自己要被罢免，还不是1组，是一个人在选。对，所有的人都在讨论你嘛，那时候，所以所有的过程好，这一次有一个特色啦。刚才阿妙也特别提醒的，包括黄章，因为白银的8席是没得动的嘛。那再怎么说好了，傅昆萁总召在花莲还是比较觉得比较难一点，虽然一直讲说迁户口到花莲或怎么样多一票，好 OK， 可是这个过程，3Q有没有感受到那种？有些人是因为我也许对白银、对黄国昌、对柯文哲过去的这一阵子讲的金华城啊，很多东西不爽，但是反正都没得罢，那我就找一个蓝营的地区，我就找你们的罢。或是有没有人是因为对傅昆萁总召，也许刚才讲的有没有一些不满？那他那个地方我又不在花莲，或者那我就找你们那附近，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的转移效用？你自己的感受上面来讲会这样吗？我觉得啦，如果是这样的题目的话，我把它分成2个区块，一个叫高度政治性敏感的选民，那一些是会上街头可以动员，他会传讯息跟你讲现在发生什么事的。那另外一群是比较平常不关心的，
可能就是要选举了，总统大选、市长选举，那他会主动去看一些讯息。我们先粗浅分，用这种方式来分。罢免战只要第一种动就好了，高度政治的这些，高度政治的愿意动的话，它其实就有25%了。这个是台湾的选民结构，所谓的基本盘，钢铁、蓝粉或绿粉出来就动得了。我的那一场选战打了半天，最后中间选民没有出来投票啊。就是啊，我也不知道大家讲的是真的啊，电视上吵成这样子啊，就反正支持严宽仁去投罢免啊，然后我这边能动得到的去投反罢免而已啊。那个时候网络上也不敢替我辩护啊，因为已经乌贼战喷到你不知道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了嘛。一边把你骂得像地狱阎罗王一样，那一边又把你捧得像天使、像神明、上帝一样，所以对那一些不关心政治，直接跳出去的话，我不管了。所以中间选民离开，但是罢免还是通过。所以你如果问我感受的话，当时是这种感受，就是他是天使，你没有听错，没有，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我就要拨一下头发，没有，我是讲真的，那个时候的状况是这样子，然后再来是，你因为是用厌恶去打嘛，所以那一些本来不关心或者政治敏感度比较低的这一群选民，就是平常上班8小时，加班2小时，回家顾小孩的这一种，所以平常也不看政论的，他会觉得。罢免就是两边在吵架我干嘛要在两边吵架的时候选边站？所以他们其实是不管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罢免战过去历史上投票率最高，就我那一场是51%。因为我们诉求的是说我是认真做事，我100%，我100%出席，100%咨询，100%上班。我通告也上，我地方行程也跑，我把3000多个行程列出来，我已经把资讯时代能做的事情都做了。越讲我对岳元之越感到，岳元之很难呐。好，没有，我认为我把资讯时代能做呈现给选民的事情都做了，但我以为我要吸引到的那一群人，其实都没有出来投。那一群人，我认为后来他可能跑去投柯文哲，这跟政治判断没有关系，他们就是追逐新闻流量，他们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这叫原子化选民。他们不参与社团，没有俄语系统，他手机滑到谁，他凭感受，这种很多，在资讯爆炸时代，这种人非常多。大概我在猜，大概有1成，这些人就不出来投了。所以对罢免来讲，他们要吸引的不是中间选民，他跟选举不一样，选举大家装可爱、装乖，然后 hello 带气球，背招牌在那边好像我很辛苦啊，家里几百笔房产的站在路口，人家鞠躬，我都看不懂他们在干嘛。这些人可要吸引中间选民嘛然后那个招牌把它改到根本跟本人都不一样，这个叫吸引中间选民。罢免那个是诈欺罪，贵党不少，你一口气得罪很多人。好，但是罢免战就是论述，我认为罢免战就是在论述上面，不管你是要对个人泼脏水，对公共议题，或者是到更高层级的是党团的运作、解散国会、倒阁这种等级的论述，它就是论述。他没有那种装乖乖牌，可以就是你们好开心哦，我们你看我们把燕之罢免，我们会怎么样的一个天堂世界哦？板桥、新北、耶诞城再也不会塞车，不会，这种论述没有用，也不是政策论述，所以就会变成是拿仇恨值。我其实不是很喜欢仇恨值啊，是你做的事情的厌恶感啊。就是有的时候投给我罢免的，不见得是仇恨我，但是他讨厌你，嘴丘嘛，嘴丘是仇恨吗？嘴丘不是仇恨啊，嘴丘是讨厌啊。那叶元之他现在的辩驳，我其实一直在看他，我就一直看他，各种表演花枝招展，他在重复我当时做过的前半段的事情，就是嘴硬。他说中央厨房，你看叶元之每天最认真在看中央厨房就是他，你看叶元之上这么多节目啊，然后这个漫无目的的聊啊，他如果没有谈餐，他要怎么看？他要怎么聊？他有自己的本职立委工作要做，他哪有办法聊那么多东西？我们去上节目，我当立委的时候去上节目。都限缩在全国议题，其他的我根本没办法谈叶元之是从这个外太空聊到这个行天宫那另外一个叫不在县市，我认为啦，我自己啦，我可以让大家我现在宣布放弃自己的这个授权跟木可公司不一样，不用给我授权金。国民党几乎所有的辩词，你都可以用我的例子来做反驳。他说不在县市的不能来罢免，我算一算啦。我当时罢免来我县市的民意代表超过20个县市，超过20个，比总统还嗨。王宏威、叶元之、罗志强、徐小青这些战斗蓝什么奇奇怪怪的都有来，然后2个副市长林奕华、郑肇兴，台北、台中的都有来。然后我要讲一讲，反而对傅昆萁比较不好意思，他没来，可能他的那个资重比较重所以不在县市这也不是理由啊，那放不下通告也不是理由啊，就是。你如果正职做得好的话，你上再多通告有什么关系？我们也有立委在上通告的，不是吗？蓝绿都有啊，所以这些都不是理由。尤其你回头去看，然后昨天我记得是李博义也是在这个节目那边讲联署书怎么样？你知道他们收我联署书礼拜几开始收的吗？我2月1号就职
他2月6号开始宣布收联署书，7月份的时候新党宣布要罢免我，然后到底的你说头一年啊，你2月1号就职5天，你们自己上网看，没跟你开玩笑，5天，我就职5天，他们就做一个新闻，国民党支持者就做一个新闻说这个陈柏惟不适任，每天讲台独，我们要罢免他。我才做5天呢，你也看看我做什么事好不好啊？我也想抱怨啊，你们有机会给我抱怨吗？所以这些人在讲的双面标准呢，你以后看到他们在辩驳的时候，你就拿一张纸出来说，你看看这个人是谁？你看看你们当初讲过什么话？刚刚像小平兄他说这些可能是反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侧翼，你知道我那一场多好笑吗？我那一场国民党严宽还会演一下，他找了一个叫姓杨的领衔人出来。这个杨姓领衔人，理论上他如果是公民团体或者是他自己号召的罢免的话，他应该有一定的群众力量嘛。他年底是有投入议员选举的他得到6都里面最低的议员票数300票。他自己就是我罢免陈柏惟，陈柏惟我罢免，我来讲国民党对我行，我弄好死。然后结果年底自己参选议员300票，现在人不见了，那表示什么？这个就傀儡嘛。这个就是推出来，而且那一场多好玩，你知道我们会有罢免辩论会。我跟那个领衔人同台，然后他就我就15分钟洋洋洒洒讲我的政绩，我说你们提出的指教怎么样，然后我没有看稿，我全趟讲完，因为我对这个选区认识。他上去拿了一个稿念一念啊，我问的问题他都没有回，他念一念之后人就走了，然后我就被罢免了。这哪有道理？这哪有道理？去调那个说明会出来，那哪有道理？我也生气啊，我为什么不生气？连4党都无要做了，讲什么民进党输不起，严宽仁他输不起啦。可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政治嘛。那人家设定战场，人家设定这个战略然后最后你被罢免，那输了我们就巴结啊。对我来讲，这叫校正回归，那个地盘就人家的，要收回去啊。可是国民党现在的情况是不一样，你们是有机会修正的。我被罢免的时候，我不知道修正什么我是要变性吗？我是要我说改变性格，或者是我需要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才能满足我的对手啊。你要讲9·2共识啦。我怎么可能讲9·2共识？这我没有办法变嘛。那国民党可以做什么？国民党你可以，你大老早他就职2月1号的时候，我上节目就讲，你们可以从民生的开始下手。他们到今天都不要他们到今天都没有啊。他们推了什么民生法案？国民党那很嗨的出来讲一个我们争取了什么？没有，他们争取财化法，财化法就是一个高度争议的法案，争取了限塑法，争取了选罢法哪有？我们想听一个好一点的你说电价电价很贵，结果你是冻结电价补助然后让电价更贵，那莫名其妙。不是冻结，删除。对，删除更嗨你说你要增强国防，我们国民党也支持国防，没有，你把潜舰冻结，不是啊？给你1年的时间了，你全部都在胡搞瞎搞，他们是有改变机会的，不然你把复婚期换掉啊，你都不用很肮脏或者很激烈的手段。你说我们过去党团这个总召习惯是1年换一个所以今年第2个会期过了，我们新任总召可能谁赖世宝也好这件事就没了。你们不要，你们自己要硬干的连任。对啊。你们自己要把火车直接油门吹到满，然后说叫对方不是胆小鬼。竞选就1个人报名，好不好？我们还是有选1年选1次的总召。登记结束，只有1人分起1人。可是所以我就说，刚刚苗哥要讲的你们有党团会议，你们有很多方式可以改善对老百姓的观感，是你们硬干到底，搞到有违宪，搞到有恶法，搞到有人上街头，搞到预算的单位什么影视文化导演制作人跑出来跟你们讲说国民党不要乱搞，是你自己点燃全民怒火。你以为我们几个人在这里讲有效是你们一直制造题目给我们讲，我们讲到这里讲不完，回家也要开直播好不好？小平，有没有听到 Thank you 那个讲到他自己过程？我觉得 Thank you 是在讲他当初那一段，好久没讲到心里的委屈，一次全部都把它讲出来。可是小平，真的你们会不会受到刚讲这个过程当中，有人那个词叫什么？教训黄国昌，要罢免谁是因为要教训黄国昌，罢免谁就是罢免傅昆萁，很多这一类的词。可是刚才来宾也有提到黄国昌现在直接跟你讲，他不是讲宜兰，他直接讲宜兰他们的人最适合当县长。今天媒体又把他跟新北摆在一起，但是不管怎么讲，现在这时候你们需要他，所以他就直接跟你叫板是这样子你看他有前后，都不安慰一下Thank you。Thank you表示身体很好，是青少年，血气方刚，不是像我壮世代。对，你是跟吴春成同一伙的，开玩笑。我讲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此一时彼一时，而且先后有些矛盾。请问这一次的民众党的主席选举是不是各有政见？请问那个蔡壁如讲了什么？要攻县市长有没有？那请问黄国昌讲什么？多席次的议会有所斩获。那到了
当然他也要叫板嘛，漫天喊价就地还，即使我们是比较好嘛，蓝白，他今天你们会不会让？不会，一席都不让。我就问过我们的长官，党部的长官，不要讲他是谁，因为他希望被罢免掉，他有机会参选。党部的长官很多啊，黄绿锦如影响力大不大？中央的猪的这个亲信，好不好？这样讲大头嘛。今天有下雨吗？下雨大雨，有大头不愁着哈。再继续讲，他宜兰，请问陈婉慧民调几趴？选那个县市长6%。那我们跟民进党各40，好不好？这合理吧？我这样讲，对不对？那为什么40要让6啦？是不是？好，所以这个可是不让，你们在所有的大罢免的地区都有可能因此会受制于别人呢。人家现在就拿这个出来叫板，你就问到核心问题了。这个月亮好是初一15不一样，对不对？好，那什么叫月亮呢？什么叫月全食？什么叫做满月？每一个处境，蓝白有不同的合作模式跟深浅。这个时候我们要跟他合作。我先不谈的法案有多票丢票还是少，还是那个多票。那是不是基本是54加8 62嘛？这合的紧密度超强，数人头的游戏。那选举是这样吗？请问你，阿北得25%，那做所有的民调是不是阿北最不可能当选？有没有跑掉半票？1票都没有跑。当选机会是0，可是251票都没有撤。为什么？它是这种价值，我不投蓝不投绿啊什么，他的那一套搞得很厉害嘛。那现在垮了嘛？垮了以后，请问现在？这个民众党台湾几趴？我认为10%比较合理，25到10，6成折损掉了。6成看起来到国民党里面不少，是这个钢铁小草这个10%都认为是这个民进党把它关起来，不管对或错了哈。那我投民进党几乎没有。你知道今天民进党最懊恼是什么事？我在你节目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好不好？说好。第一个就是鹰派老柯在斗赖总统。2是什么？就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部一定要安内攘外的概念。第2是什么？国民党是不是很多乱搞的地方？当然有嘛，修预算这样搞，我的细节我不要讲了。那是不是算弱的国民党？那为什么64的格局没有改变？这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然后这个我是赖清德，我是那么认真做，我很气馁。我是赖清德，格局没有变啊。那好，那民调显示就是。像徐巧芯、王宏威，民调还是赢蛮多的，还是有一截了哈，有一截，我们谦虚一点，不要说很多了哈，更正一下。那所以接下来这样走下去的论述是什么？我是赖清德，我是那么认真做，我很气馁。我是赖清德，格局没有变啊。那好，那民调显示就是像徐巧芯、王宏威，民调还是赢蛮多的，还是有一截了哈，有一截，我们谦虚一点，不要说很多了哈，更正一下。那所以接下来这样走下去的论述是什么？好，那接下来我们跟白怎么合？我们在想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在讲，你即使你胜了10，可10来补几千票，输赢就几千，这3Q 不止差3000。那请问白比较倾向，即使投票率低。白一个区还有1-2万票总有吧？本来我觉得有个3-4万票，对不对哈？那1-2万票多个几千，很容易吧？当然，那是不是救命的东西？这就是朱立伦跟黄国昌2个主席的智慧要谈的嘛。所以蓝白合是每个情况，请不要谈蓝白一个概念，这概念是对的，不要谈哪一件事，每一件事都不一样。好，每件事都不一样。那这个问题，我先用黄章总召今天被问到了一个问题，你直接看完这个以后，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来，我们先看一下黄国昌总召讲到底白蓝之间，柯文哲到底是谁害到今天被关成这样？你看一下。一直以来也有很多网友觉得说，包含提告案领的人是钟小平，那给一开始爆料的人是有赎会，其实都是国民党这边的人。想问一下，有人怎么看这样子的状况？所以羁押柯文哲的是国民党吗？现在是国民党执政吗？不断放话，要抗告到柯文哲被羁押为止，是国民党吗？不要想要用这种没有逻辑的话，到今天还出来想要试图帮赖清德帮民进党政府洗地。各位，今天有媒体有一篇报道，如果要是在那吴佩益那一席。如果他被罢掉的话，国民党要派谁？媒体上的报道说可能会推钟佩君。那我一看这个报道，
上次选不是钟小平吗？很多姓钟的可以了，没差了。哦，所以你们是以姓氏来分的，百家姓，百家姓。哦，钟万华要姓钟的，因为有人直觉想到说，哦，那会不会是因为你就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吗？是因为你告了柯文哲，白营的人会不会因此不支持你啊，或什么？这会不会影响到？你会不会后悔告了柯文哲？不会，我不会。我跟你讲啊，我那个简单讲，这席如果罢掉的话，请问国民党该推什么人？要推会赢的人，还是会推会输的人？当然推赢的人。那对嘛？所以到时候看你是会赢的人，我是嘛？我最可能会赢，不要说我一定赢嘛，对不对？我讲大家看都知道民调嘛，然后听说有份民调，那大家要了解白哦，白分2种哦，一个就是跑掉的那个白，那个占了6成，总共民调15%，一个留下来的钢铁小草的白10%，那10%民调里面还有6%投给我，1%投给吴沛忆啊，那3%不表态嘛，所以谁说我去攻柯文哲，白就一定不投我？请问白的这个票10%里面占100%里面选票里面是不是1/10？大局中间选，你知道现在出现一个天大的现象，你们做民调，连民调专家都看不懂，就是到底是选民骗民调公司，还是政党真的缩水了？就是蓝、绿、白啊，都变很小。从来没有政党以前随便弄一弄都70几。请问现在政党都55，少了20，未表态20几，再变40几。我想博文，你在党部也会看民调，那今天进入一个什么时代，你知道吗？选党又选人的时代。民调高就是有票，大家同不同意？大家相信民调。所以整个大气又这样。好，我把黄国昌的，但是不要求真做的，求真不行，求真我去告了，还没开庭。来，黄国昌，我就把他们的白的秘密讲出来，在节目。好，黄国昌不是有点傻说，不，钟小平去告，那游淑慧去检举，那为什么骂骂那个赖清德，对不对？好，那他心向谁？他心是向着国民党，不向国民党受伤啊！我跟你讲，这个搞阿北就是绿的搞的。OK， 他在讽刺谁？请问黄珊珊？黄珊珊不是被那个写一篇是那个《无间道》吗？被那个游淑慧，然后今天就是他心就是在国民党这边，此时此刻，黄珊珊就是要替绿洗白，然后说啊都是国民党在搞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跟你讲，你看这个太精彩了。什么时候黄珊珊变成路人甲？不是西小姐在最旁边，是的啊。这3个是大胆刁民，你知道吗？敢叫黄珊珊站这里，以前会发生这个情况吗？会吗？政治是我不喜欢黄珊珊，可世态炎凉。黄珊珊再怎么样，他当过副市长，他选过市长，可以站在这里，这是路人甲站的地方，是不是？他怎么可以站到？所以他已经对他开始斗争了。所以就是从整个画面起来，从游淑慧的说话，从这个铺排，从西小姐变成边缘小姐，变成路人甲，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实力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了。那不，所以现在看起来蓝白之间真的会出现为了席次，尤其在2026的席次之间，大家现在先叫板、先铺排这样的事嘛？可是从小平看起来不会啊，反正该投甚或有很多人就是只要民进党下来，他们什么都好，会这样吗？我觉得蓝白的矛盾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我举这个宜兰县来讲，宜兰县不是这个今天不是说本来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说他们要合作嘛？对。那照理讲，如果要谈合作，真的有诚心要谈合作，例如说，我要跟你这个谈合作，那我在宜兰县这边，我讲话就会比较保留一点，就是说这个大家未来共创一个双赢的局面或等等哈，然后后续。可是你看今天黄国昌讲的是这样子吗？不是啊。宜兰县我们绝不缺席，绝不缺席就给你就好了。我国民党还要干嘛？绝不缺席，他也说他们绝不缺席。如果真的绝不缺席，那就保证民进党一定当选。所以你说这个就是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有没有矛盾？当然有矛盾。有可能他绝不缺席，到最后是他去宜兰帮国民党的候选人站台。他叫绝不缺席，那真是有情有义。对我们爱他入股了。他是陈晚会在现场。对啊，看着陈晚会说绝不缺席，他就是最强棒。你觉得对啊？2月15号过后才来验证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因为2月15号要选党主席，所以我觉得这个谈合作，你就知道这个矛盾其实是很深。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对国民党我一直觉得很意外，因为国民党最近特别这1-2个会期在立法院那个表现我觉得是完全超乎常理可以判断。我觉得那完全是一种自杀行为。我举例来说，例如说在民进党内，假设出现像傅崐萁这样的总召，我不骗大家，干不了1个会期，大家就下会期一定走。
或者是你就算大家出来啊，西装笔挺，大家装无其事，出来另也说里面炮声隆隆。因为傅崐萁这种行事作风争议之大，怎么可能国民党党团里面都没有意见？你知道我那天看到他们那个总预算表决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是神风特工队，你知道吗？你知道没有一个尤其区域立委哦，或者是想要选当地县市长的人，遇到自己相关的这个相关的提案，如果是党团执意要删除，那对不起，如果你党团执意要删除我选区内的这个建设，我挡不了，真的挡不了，我尿急啊，我就跑掉了，突然就少我一票，我宁可被罚都没关系啊。但是我一定跑，他们不是他们在傅崐萁的紧盯之下，没有人敢跑然后删自己选区内的预算，还举手举高高的你看这夸不夸张？我再跟大家讲，你说像那审那个国防机密预算，大家不是国防机密预算，尤其在院会，那个是多神圣的事情。以前一定都会先喊说，那记者先清场，光这声音喊多大声，竟然有国民党的立委在里面还开直播，然后人家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我睡着了，我太累了，我根本没有听清楚到底在干嘛，就整个是荒腔走板。例如说，你说我举例来讲，你砍国美馆的预算。你去砍台南的这个什么文创园区的预算，甚至于你今天我刚刚就讲，我刚看到吴音宁他那个脸书，我跟大家讲，那个绝对那个一票一票就是这样掉的。你会问说，到底谁去罢免？你知道很多那种中南部的民众，包括东部地区那种行政院的办公室，那个多重要，你知道吗？因为我一舟车劳顿跑来台北，不可能你在其他地方就可以。结果他现在是连各个地方的这个相关的预算通通把你删除掉。我请问你这个未来，你说这个要去那区选举的时候，然后你说我为这一区争取什么，大家都一定就讲说我为这一区争取什么做什么，就不是啊。你出来的通通都是负面的。过去还有一个什么，再怎么野蛮都不要怎么样那个都还是一个同整的。现在是各区我们列出来都一大堆这种项目，所以我是觉得，我只是说这个国民党真是好汉一条因为真的这个没有相当的这种。实在是做不出这种自杀神风特工队的这个作为，而且是直接跟民意对坐。OK， 医生是，你觉得黄国昌对义夫当然讲2月15号选党主席完以后，再看所有的检视所有的一切。可是目前已经好久没有听到大家把黄国昌总召跟新北连在一起了，没错。但现在又出来了，为什么？真的是因为觉得这次的罢免的过程，蓝营这么需要白营的澳元吗？那小平太乐观，他认为442嘛，所以那个赖清德现在还是4成，民进党现在还是4成嘛，所以他们有6成嘛，蓝白合一定6成，所以一定过这样子。但是我要讲结构有改变，结构有改变在于民众党柯文哲的这个所谓的被起诉这件事情，影响到所谓的民众党的支持度嘛，他们从28降到18，但是小平就没有告诉我这18现在跑去哪里。这10%你不要忘记了，也看人，也看党。小平，我跟你讲，这10%有很多就是这一次罢免公民团体的主力。为什么呢？被黄国昌欺骗了，被柯文哲欺骗了。这些人他们都是很清纯的人，所谓的年轻人，20到40岁。刚才为什么讲说年轻人这一次动得这么厉害？为什么花莲的徐正卫的民调在年轻人这个部分掉了几乎是腰斩？年轻人不爽啊！不爽，我被你柯文哲骗，清廉这一块，你说的应该是被黄国昌骗，你要国会改革，你竟然在国会乱搞吗？你说的应该是民众党本来，譬如说柯文哲这次拿了26%，对，现在如果剩18%，所以是跑掉的那个16%，是这一块吗？这一块至少有10%，现在叫做公民团体、年轻人这块，他们也是移动性的他们也不一定是所谓的。现在可能民进党长期以来，现在最近的民调都比较高一点，因为有部分移动到民进党身上，认同民进党。我要说的是，民进党是跟着这群人走的，所以他们选择现阶段支持了民进党，未来不一定，但是现阶段是。所以你说罢免的主力有很多是离开民众党的这一派的10%，民众党这些小草们离开的这些人，他们因为这1年，他们本来期待受到了伤害的一个反扑，这是年轻人这个部分。这些年轻人，我相信很多过去也不是支持民进党的，为什么现在都跳出来罢免？为什么现在都支持公民团体？甚至民进党要介入，他们都反对，因为他们支持过去不是支持民进党的，所以这群人才是可怕的一股力量。这一群人现在如果是50%，现在来了国民党这些被罢免的立委就只剩下40%哦。
你们现在要依靠的就是民众党这10%，没错，现在还留在民众党身上的，不可能支持民进党。但是他会不会支持国民党，变成一个大问号？他要不要支持反罢免，变成是一个大问号？这就是黄国昌现在敢跟国民党叫牌的底气。我要，不过黄国昌叫不动那15%了。叫不动那10%。现在他就是要拿这个牌来跟你喊牌嘛。对，他现在筹码是那个10了，对了，就你说的那3000了。你们就需要那3000的澳元啦，就是这样。你就需要民众党站出来反罢免嘛。所以他现在同时在讲反罢免这件事。他说他也要去南部去罢免民进党的立委，他们没票了，在南部2阶段，不要说2阶段，连1阶段就过不过得了，都还是大问题嘞。所以他不要喊说所谓他要去罢免民进党的南部的立委，但是他重点来了，他重点这几天都在谈2026年的选举，包含宜兰，包含新竹，包含新北。这个是黄国昌想要的，尤其是新北嘛，他自己要新北，但是不好意思直接只讲自己，所以把陈婉慧拉过来，说我宜兰一定要。那你宜兰，他现在甚至可以叫陈婉慧去罢免宜兰的立委哦，是有这个可能。然后说我们同时来分配一个立委一个县长，我们把国民党2个分配来。他是要的是所谓的真正的席次，因为他没有被罢免的危险。这也是黄国昌精算的地方。他透过1年的时间搞乱，带着你们国民党这些小白们，以前都叫他们小蓝巴，现在是国民党是小白哦，小白不断的去往前面冲。结果这8席永远不会被罢免，被罢免的是你们国民党的时候，你又得靠我黄国昌，你得靠我黄国昌，就得给我东西啊，给什么？给新竹啊，给宜兰啊，给新北啊。那你国民党接不接受？不接受我就不动就好，如不动，我不下令去支持你们这些所谓被罢免的立委去所谓的进行反罢免的动作的时候，你们要如何是啊？你们少了这10%，他们不动的话，那国民党就很容易陷入被罢免的危险嘛，这才是黄国昌真正要的东西。而国民党还傻傻的在上个会期已经笨了1年了，当小白当了1年了，傅昆萁还好像赢了很多东西，结果都是黄国昌在赢，这8席不会被罢免掉，你们国民党连傅昆萁自己都要被罢免，所以下个会期国民党真的要好好思考了。我直接讲了，壮世代法案。民进党立委一定要提说，我们要直接废止。国民党的立场是哪里？我直接讲了，壮世代法案，民进党立委一定要提说，我们要直接废止。国民党的立场是哪里？你要不要支持民众党？一样嘛，接下来还有他们提所谓的不在籍投票，国民党要不要支持民众党的立委？如果支持下去，这些仇恨值是算在民众党身上吗？全部都算在国民党身上，而国民党越惨，国民党趁你病就要你命，你就得给我更多的东西，这才是黄国昌真正的意思。他根本不是要怪到赖清德身上，他要的就是国民党各地方的席次，因为现在你们票源是同一群人，而民进党根本跟黄国昌没有关系的，他们越骂赖清德，只会激发更多的公民团体站出来罢免你国民党而已。今天是礼拜2，已经好久没有看进检办案，是今天礼拜2，终于让大家看到那个字条，柯文哲那个，大家看一下，这个字条是今天媒体报道，就是撕碎的还原。对，撕碎的还原哈，其实证明了几件事。第一个，木可有内账哦，我们现在看到都只有木可的，甚至连账目都没有，只知道检联现在扣押了木可的所有的账户嘛，6000多万的账户，扣押完之后，他的内账现在跑到哪里去？有木可的内账哦，现在检联在查柯文哲的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个木可的内账就变成是关键。另外就是 Orange 出国嘛，我说检联今天开工大吉，但是橘子还是没有回来，没有橘子啊，所以没有急啊，所以 Orange 还是在出国嘛。另外就是李文忠太高调嘛，所以他才说啊，我很负责任的说，我完全不知情嘛，就
躲起来，所以他希望李文忠不要太高调。另外，陈其迈的高雄国宾饭店1140%就要反击嘛，他做了反击，也叫蔡正元去写了脸书，说国宾饭店都可以1140%，但是国宾饭店根本就是围绕都更的容积奖励。另外，它本来就有840%的核定也是无对议市场的，所以840%到所谓的11240%，这个送的所谓的容积奖励也是合法的容积奖励，跟金华城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他就完全的按照这样的指示去操作，他对于所谓的金华城图利的所有案件嘛，而且不只是图利，他还有公益侵占的问题，他都自己知道自己有罪嘛。所以黄国昌不要再说什么是赖清德的问题了，赖清德管不动司法，真正让柯文哲羁押的是你们自己的人。黄珊珊起诉书你自己看，讲了多少证词，对柯文哲极为不利。蔡壁如有没有翻供？陈志涵有没有串供？你黄国昌，你不断的在法院前面、地检署前面不断的喊放人，就是印证了柯文哲的实质影响力。所以柯文哲被羁押是你们民众党自己的问题，甚至我都强烈怀疑黄国昌最希望柯文哲关久一点，而柯文哲什么时候放出来？今天简年有讲了，15个月后。因为他这次羁押3个月，可以延押6次2个月，所以12个月加3个月叫做15个月。为什么要这么久？因为证人太多，所以他做完第一次的所谓的对证之后，所谓的避免所谓的之后的串供之后，巩固证词都需要1年多的时间，1年多的时间大概一审就出来了。所以黄国昌可以满足他自己当党主席。我就问黄国昌，真正不想要放柯文哲是不是你？因为蔡壁如说，我当完党主席，柯文哲回来，我随时交给他。黄国昌这个问题，你要不要回答？你要把党权，如果柯文哲被放出来了，交给柯文哲；如果你没有，真正想被柯文哲关到死的人是你黄国昌。没有是。如果照今天媒体的话，我在节目的时候就讲过，这个案子我觉得北院一定会密集的开庭，但是今天那个媒体报道的密集度，还是让很多人会吓一跳。如果要是到6月开3下，平均每1个礼拜大概会开2庭，是那个是非常密集的开法，对，没有办法，被告以外那个证人太多啊，你证人如果我在节目里面跟观众朋友讲过，传1个证人来，如果大家交互诘问完，1个证人大概半天到1天都有可能。如果这个案子这样云轮通下去的话，真的这样审下来，它的那个密集度，显然北院也想要尽快把这个案子用最快的方式，可是用最完整的一个方式去把它给呈现出来。其实之前在讨论要不要接押的时候，我们就私底下一些朋友会讨论，也有讲到一个法官的想法，就是说，如果呢，人交保了，就不用排那么密集。但人押进去就好累哦，就是很密集的要审嘛。那今天看那个庭期的安排，确实如此。是。那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说黄国昌在外面一直指控司法迫害、政治迫害、司法不公，这个确实多多少少已经给承审的法官带来压力。因为承审的法官就觉得说，既然你在外面一直用这些标签再贴的话，那我就是加速了审理嘛。那如果说证人都交互诘问完毕的时候，那也许那就是一个可以让柯文哲主席交保的一个机会嘛。所以。我觉得法院的这个庭期的安排看得出这个方向。那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于这个辩方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如果大家有看起诉书跟后面证据清单的话，其实大多数的证人很多都是承认的就是说不承认的人目前剩下柯文哲、应小维跟沈庆京就这3位主要了嘛。其实。大多数都认了，那尤其是先前这个已经在年前就问过的这个邵秀佩跟彭正生，这2个最为关键嘛，在金华城案。那在后续继续要去做这个讯问的时候，慢慢的新闻就会出来，因为审判是公开的嘛，大家都会写说今天谁对来没错他说他有给柯文哲200万他有给柯文哲300万这之类的嘛。那这个对于辩方来说，他会陷入一个未来他要抉择就是说他到底要不要对这些证人做交互诘问？那问了他要讲更多，新闻又写更多，那柯主席的政治路越来越黑暗啊。可是不问的话，你要怎么去打击这个证人的？你不问就等于是好了，就等于是承认这，就承认他对了嘛，对不对？就你没办法打击他的这个证明力嘛。对，那这个怎么办？所以压力在辩方这边啦。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当审判公开之后，我觉得也是
检方应该要好好的这个为自己的起诉书、为自己的主张辩驳的机会，因为过去在起诉之后，当然黄国昌代主席也跟这个民众党一干人等也对起诉书有很猛烈的批评嘛。那检察官当时不能出来讲啊，他记者会开完之后就不能够一天到晚上节目受访讲这个。可是之后在交互诘问，还有在这个最后他要论告的时候，他如何去呈现说啊，包括外界一直批判的什么 Excel 表啊这些种种的，他如何去把它做的一个很连贯、融贯的说明？我觉得这才会决定这个案子真正的政治方向。因为起诉只是第一阶段，你在审判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拿出最好的表现，说服民众说你起诉是对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那个对于黄国昌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他已经把他自己的政治生命完全跟柯文哲做连结了嘛。就现在到现在到今天我们录影的时候他还在指控是赖清德指挥把柯文哲压起来。那这个说法，黄国昌的说法要成立，唯一一条路就是辩护律师、辩护人在法庭上直接把所有认罪的证人全部问爆、打爆，然后说你们通通都是民进党派来串供的，这些通通都不可信。但如果辩护人做不到这一点，大家透过审判的过程看到了这些证据都有人指证，然后也不是说只有 Excel， 今天公布那个字条嘛，我看陈智汉提出来的最新的观点是很神的任意门对，陈智汉说这个把垃圾桶当任意门吗？所以你看他们又发明了一个新的说法，反正呢，如果是实体的证据你把它丢到垃圾桶去就不算证据了。这个他们的辩护人在法庭上敢不敢讲？然后就说这个垃圾桶捡起来了，不可信，试试看好不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全国大型的法治教育啦。我是乐见说，透过审判公开的过程，让很多原来从来没有看过司法案件审判的国人，可以看一看现在我们的法庭上是怎么来进行贪污案件的审理。OK， 义父，第一个，这个案子公开审理以后，你评估对于未来不管是柯文哲甚或黄国昌的态度各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第二个，除了柯文哲这个案子以外，好，壮世代吴春成这件事情，当吴春成讲说1月28号那一天，就是小年夜版那天，他不是讲说，那他决定要放弃了。今天在讲说，对，他就全部都要放弃这些所有权了。事情结束了吗？因为事情结束了吗？事情不会结束了因为最简单的一件事嘛，协会还在嘛，壮世代社会企业公司，你老婆挂名的也还在嘛，然后你的所有的旗下的所有的公司这么多家，大概2个地址2协会，大概也不下10家公司吧。好，这是那一个郎宇阳的什么？他那个一个好，他做了一个统计。他只是统计了《战国策》、民意、爆米花、壮世代、算力大几家公司，6家公司，6家公司从88年到114年标的标案是11亿多真的。好，然后跟各位报告，这几家公司刚好登记的都是同一个地址。6家公司从88年到114年标的标案是11亿多真的。好，然后跟各位报告，这几家公司刚好登记的都是同一个地址。好，还有另外一些公司登记的另外一家地址还没有看到就镇江街立法院旁边，那里面还大概有5、6家公司还没有看到，那5、6家公司只看到都搬到忠孝西路一段某号10楼的公司。然后你看这一些的时候，他是说我当立委的时候没有去标过一个案子，对啊，你当立委的时候没有标过一个案子那问题是，你当立委的时候，你们公司也标了地方政府的案子也试图标过劳动部的案子，没标成对啊，你要这样说，我也这样说很多人都说我没有买票，都是庄脚买的，我没有买票，那道理一样嘛。说我都没有去参与，我都没有参与。对啊，都你老婆你儿子参与你说这个事情会了结吗？你就不会了结，因为你壮世代这个法律就摆在这里。
这个法律它就摆在这里，大家现在在讨论这一个法律的存废问题。存废问题的时候，你如何避得开？如何避得开？所以现在不管他放不放弃。现在是因为是好像民党有立委直接提案说要废除嘛，然后同时刚才其实来宾有说问国民党的委员到底会是什么，你们要不要支持嘛？这同时要去做检视，因为我觉得这某种程度这个坑挖的大，这是国民党的人，你表不表态，一定都会被拉进来做一起的讨论嘛。没有，那一定要讨论。第一个，你记不记得当初发表声明他是说了什么？公益私利用，对不对？然后。后面又说啊，有些社会企业用的时候，我们也没收1毛钱。现在是抛弃权利，对，抛弃权利，就等于说这个商标我放弃了，就壮世代这一个，他所有申请的商标我都放弃了，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一步一步来啊，刚开始被大家检讨的时候啊，没有了，公益我都不收钱了。然后大家讨论公益不收钱，商业收钱。然后后面现在又改口说什么？所以。你看到说大家的回应，但我也说一句白一点的话，千万不要忘记，生意人到了立法院，他还是生意人，他不会转变。然后你做任何事情，你要市场，要你的市场规模。其实打市场规模最快的一个方式是什么？纳入政策。你纳入政策，市场规模就出来，你根本不用讨论市场规模了嘛。因为你纳入政策就是要做的嘛，而且你中央级的政策全部都要做嘛。义父刚刚讲的，小平是对国民党的委员来讲，需要这样，因为你可以预估得到，民党立委当提了以后，一定会不断的问国民党的态度。这个借我一下国民党如果民进党提这个，国民党不跟进，把它废掉，国民党就倒大霉了。来，我借一下义父这张没有问题，给你是不是11亿？如果国民党不跟进的话。国民党聪明的话就先弄，当然有蓝白合比较有挂碍，你们没有挂碍了。11亿你们也付了不少，战国策赚了你们国民党不少钱。那10亿里面有些是私人的，我不管他，做生意，公家的如果一半随便讲5、6亿的话，然后如果我们国民党不要，民进党党团一定上穷碧落下黄泉，查每一个案子一定会找到绑标或这种事情。那这个东西废掉以后，就一定要废，为什么？我讲个道理可是查这些，他会跟你讲说，譬如战国策是很多年的公司啊，他就讲说那个公司，他就是私下公司跟政府机关的合作，跟现在壮世代引起的纷争，他会说是两句话讲得清楚。第一个，你今天没当立委以前就是做公家标案，就有没有绑标嘛？可是你现在当了立委，就绑了壮世代这个名字嘛，然后你又标到了工程嘛，地方中央都有。那是2个概念那是危险第2层危险度大多了，对，已经是立委后又做这个事，这种就有大麻烦。只要找到任何一个案子，然后我们挺他的话，我们就挺麻烦的。那国民党现在有任何你知道他们有任何表态吗？我们是小小的书童市议员，没办法。但你主张觉得国民党应该要表态？当然了，可是我可以告发他啊。对啊，你要等你啊。不是，我就这个就让给苗博雅去做。我告太多次了，所以你觉得国民党应该要表态？我告了4个案子嘛，我现在叫铁之哥，再告我变成5枚，你知道？再告我变成5枚，你知道？要那个扑克牌要加一副牌进来才5枚，对。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啦，就是因为吴春成呢，也就是一个立委嘛，就是我觉得他也没有很重要，可是他创这个东西而绑死的，这对于影响到国家的那个官箴是大的。我觉得那个是其以为不可，我的看法这样。OK。那现在呢？民党现在的态度就是要追着所有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壮世代实在是有点欺负，就利用人性的善良欺负人性，你知道？就是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世代这个法案会通过？因为大家本来都觉得说，这个照顾壮世代啊、银发族好像都相关的这个，照顾银发族啊、日照啊等等，这个不会有人反对。可是他不知道背后这么丑陋，你知道吗？就利用人性的善良，就他背后是绑，而且他绑的是啥？把那个所有银发族啦或长者这些名称通通拿掉，通通都要给我用壮世代，然后他
他去说我登记这个商标得到专利，然后你只要用壮士代这个名称，通通都要付钱。对啊，你不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可恶吗？而且我觉得这根本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嘛。好，那这个东西我认为就是说，民进党已经表态很清楚，民进党就说好没关系，那个时候被你骗归骗，但是我们就要废止掉。好。但是国民党确实，国民党的立场在哪里？那我更要问啊，你打听到了国民党党团要怎么做？那个道德的长城啊，圣人级的，动不动就要呼喊，对不对？那黄国昌，你对这件事情你什么态度？这个事情真的很扯。这个是不要说国民党，连黄国昌护国民党护这个8个人护这个案子机会，当然大过国民党党团。连黄国昌都受伤哦。不，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事啊，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就是说，小平，你给你几天的机会，你再去表现一下。给你几天？如果没有的话，我跟你讲，后续一定会有人抢着去告发啦，我不骗你啊。这种事情真的是太，而且他自己本身是立法委员了，这个有严重的这个利益回避的问题哦。然后我觉得他根本是毫不避讳，吃相难看，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扯。没有30秒。其实发明一个全新的概念，然后把它入法，叫政府编预算是一回事。那你在外面开公司、成立协会，用这个被发明了入法的东西来赚钱是另一回事。这2个都没问题，这2个都合法，但是并同一个人同时做这2件事，问题就出现了嘛。这就是很赤裸裸的利益，完全没有回避嘛。不只是瓜田李下了，刚刚拿的那个表还不够啊，它还有一个单位叫做壮世代学院。这个学院呢，也是一个姓吴的他的兄弟在做壮世代学院颁学位。所以你看，这个壮世代学院还有开课程哦。我跟你讲，所以你看他的那个声明，沙共系料亏嘛，他就说我的壮世代协会以后不接中央政府的标案。那我就问第一个问题，地方政府呢？第二，你衍生的只有壮世代协会吗？你其他衍生的接不接中央政府的标案嘛？光是问这个，其实下个会期如果就是民进党提说现在要废这个法嘛，那大家来讨论，再讨论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个黄国昌立委那个道德的长城演不下去了。这件事情如果是发生在民进党，他早就开直播把所有人连看，然后说赖清德要出来解释这些事情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严重的台湾民众党的清廉是不只是双重标准啊，台湾民众党的清廉叫做没有标准。就是说自己人都没关系国民党也可忍受只要是民进党马上跳起来嘛。那以这样来讲，就不要什么第三势力啦，其实就小蓝嘛。OK， 接下来这件事情还会再继续的延烧吗？对于国内政坛来讲的话，那所谓的大罢免潮一路往下走以后，未来尤其在20号以前，如果要看的话，各阵营之间送出来还会有多少份，也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